我们都曾因寂寞而给对方承诺，我们都以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，只是这样的日子，同样的方式，还要多久？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，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，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。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再也理不会了。你说一个人的魅力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？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再也理不会了。你说一个人的魅力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？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，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。
我们都看不见风，于是爱看风筝被操弄，满足好奇的瞳孔。突然间轰隆，倒也是仁慈的一种。被摆弄，雨季总有那系统。看得见彩虹，我们却都看不见风。满河是爱结束的帮助，我们当时还不懂。突然间的风，倒也是仁慈的一种。我感激缘分这系统。哦，长镜头，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凉风、蓝海和沙丘。到那天碰头，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。你残酷的言语在耳边呼啸，这一次我决定不逃。不算不懂和你争吵，也要说清楚谁是主角。你怀疑的眼神在四处闪烁，想找个完美的借口。不是不懂你的企图，你期望爱情草草结束。你冷冷的笑，要我说个清楚，这次到底谁赢谁输？原来我那幸福当成了赌注，输了你，我输了全部。怀疑的眼神在四处闪烁，想找个完美的借口。不是不懂你的企图，你期望爱情草草结束。你冷冷的笑，要我说个清楚，这次到底谁赢谁输？原来我那幸福当成了赌注，输了你，我输了全部。你冷冷的笑，要我说个清楚，
这次到底谁赢谁输？原来我拿幸福当成了赌注，输了你，我输了全部。谁叫我拿幸福当成了赌注？输了你，我愿赌服输。我怎么都不想睡，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，当我深深的呼吸，心中充满想你的气息。想和你走在雨中，想要你牵我的手，傻傻的你不敢说爱，而我也故意要你为了我等待，说不出有多么快乐，还是不够，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，喜欢和你在一起，无聊的生命也变得有趣，让你听我的音乐，分享在每一刻的心情，在一起越来越久，开始会对你在乎，这感觉我们都明白，只要你在身边，日子就亮起来，说不出有多么快乐，还是不够，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，爱情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心就像天气，晴时多云，偶尔有雨，说不出有多么快乐，还是不够，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，说不出有多么快乐，还是不够，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。你用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，
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贴心的日子，换分手2个字，你却严格指着自己哭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大雨将至，那么潮湿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伤太重心太酸，无力承担。就算现在女人很流行释然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爱太冷梦太乱没有答案，难道不能坦白的放声呼喊，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，很痛很难。纪念贴心的日子，换分手2个字，你却只让自己哭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大雨将至，那么潮湿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伤太重心太酸，无力承担。就算现在女人很流行释然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爱太冷梦太乱没有答案，不能放纵的大声呼喊，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，很痛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伤太重心太酸，无力承担。就算现在女人很流行释然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爱太冷梦太乱没有答案，难道不能坦白的放声呼喊，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，很痛很难。不勇敢。舞鞋穿了冬，裂了缝，预备迎接一个梦。OK 绷遮住痛，要把苍白都填充，勇气惶恐，我要用哪一种面对它101分笑容。等待的时空有点重，重的时针走不动，无影踪，它始终不曾降临生命中。
我好想懂，谁放我说心里蹦，幸福啊，依然长长的人梦，想踮起脚尖找寻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从人海晕开，才踮起脚尖的期待，不怕被亏待，我够不着还微笑忍耐，等你回过头来。空着了钟，祈祷终于起作用，一阵风吹来梦，却又摆在难沟通。我终于懂，怎么人们的脸孔想到爱，寂寞眼光就转红，想踮起脚尖找寻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从人海晕开，才踮起脚尖的期待，怕归对待，我够不着还微笑忍耐，等你回过头来，你会回过头来。找寻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从人海晕开，才踮起脚尖的期待，怕会亏待，我够不着还微笑忍耐。回过头来，闭上眼睛就可以不伤心，能不能脱下面具还可以很寒心，如果不是遇见你，我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滴一定要爱下去，爱可以相知相惜，相依为命，别听有命。爱可以心有灵犀，动魄惊心，却难以抗拒流星的宿命。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运。不要迷，不要清醒，还有梦能紧抱着你。爱写出我的事迹，算不出我的命运。你给我的命，下一辈子再还你。
我愿意趋近于你。冥冥中明明是你，明明还不死心。命运是一种谜语，因为你而悬疑。最初的一心一意，深信不疑，不能没有你。最新的情非得已，身不由己。当有心无心，今夕是何夕？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运。不要迷，不要清醒，还有梦能紧抱着你。爱写出我的事迹，算不出我的命运。你给我的命，下一辈子再还你。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运。不要命，不离不弃，暴风雨里你紧紧依稀。爱写出我的事迹，算不出我的命运。你借我的命还给天地，还给你。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，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，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，聊到时的心愿，静静的旁观。我在与偶日与偶然之间游旋，也有很多惊喜，会犹豫不安。时间不会永远停在某一点，也可能淡忘会有新的夙愿。每一个不完整的答案，
在时光中悄悄改变，而我也将你不停走远，让生命没有丝毫遗憾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是你让我相信梦都会实现，能让我的世界变得很简单。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在身边，我想我一定不会如此的勇敢。想和你一起去看明天，我比从前更多期盼。任时光怎样飞逝短暂，生命也没有丝毫遗憾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秋水无痕，聆听落叶的倾诉，红尘往事呢喃起涟漪无数，星空无语，守望灿烂的孤独。人月黄昏，偏偏不在少年路。爱如果回到从前，错过的花开，是不是依然美丽如初？爱如果还要走下去，
牵手的你我，能不能握紧？能不能握紧爱的温度？秋水无痕，聆听落叶的倾诉，红尘往事，呢喃起涟漪无数，心口无语，守望灿烂的孤独，人月黄昏，偏偏不在少年路。爱如果回到从前，错过的花开，是不是依然美丽如初？爱如果还要走下去，牵手的你我，能不能握紧？能不能握紧爱的温度？爱如果回到从前，错过的花开，是不是依然美丽如初？爱如果还要走下去，牵手的你我，能不能握紧？能不能握紧爱的温度？爱在路上，走来就风雨无阻。爱要幸福，哪怕从眼泪中流出，流出。学一下这个歌。自甘堕落，再一次把我们经得起几次
城市。与其被牵制，什么若无其事。自甘堕落再一次，把推理发挥极致，我们经得起几次尘世。与其被牵绊挟持，反目成仇都胜过若无其事。自甘堕落再一次，把推理发挥极致，我们经得起几次尘世。与其被牵绊挟持，反目成仇都胜过若无其事。自己的意志，苦笑着替你解释，他无辜介入这个事实。我有妒忌的体质，却把原谅的权利当作恩赐。到此为止，各有各的天地，依然相互理智，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到此为止，别的那个歌早已怎么不会？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到此为止，别离的歌早已哼在嘴边。自甘堕落再一次，自甘堕落再一次，把推理发挥极致，我们经得起几次尘世。与其被牵绊挟持，反目成仇都胜过若无其事。背叛自己的意志，苦笑着替你解释，他无辜介入这个事实。我有妒忌的体质，却把原谅的权利当作恩赐。到此为止，各有各的天地。
相互凌迟，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到此为止，别离的歌早已腾在嘴边，是你为我题词。我有妒忌的体质，却把原谅的权利当作恩赐。到此为止，各有各的天地，依然相互凌迟，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到此为止，别离的歌早已哼在嘴边，是你为我题词。让自己习惯这个频率，或许是吧。爱情不是个完美旋律，如果可以偶尔任性，应该也没关系。就这样隔离了我们相触摸的脸庞，不再体贴退让，沉默的对话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，不再交换悲伤。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想触碰的脸庞，不再体贴退让，沉默的对话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，不
不再交换悲伤。太自以为的世界，被你离开的反作用力锁进黑暗陷阱。一样的月光，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？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，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。一样的月光，怎么照不亮未来的形状？哦，就这样吧。什么？一样的月光，怎么照不亮未来的形状？哦，就这样吧，我的爱，让寂寞的月光占据我的窗。一样的月光，怎么照不亮未来的形状？哦，就这样吧，我的爱，让寂寞。倔强的表情，就这。美剧。倔强的表情，就这样隔离了我们想触摸的脸庞。不再体贴退让，沉默的对话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。不再交换悲伤，太自以为的世界，被你离开的反作用力躲进黑暗陷阱。一样的月光，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？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，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。一样的月光，怎么照不亮未来的形状？哦，就这样吧，我的爱，让寂寞的月光占据我的窗。自由的路况就这样阻挡了我们想超速的逃亡，不再结局是紧张，独处的时光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搜集的拥抱，不再殷切需要太多理智的世界，被你离开的反作用力锁进黑暗陷阱。一样的月光，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？谁无聊打放大镜看风景累不累，却忘记了看清楚自己是谁。
我的宇宙轻飘飘，美得摇摇欲坠，旁人来去去就像行云流水。模糊糊的视线，不管天色黑不黑，心中玫瑰就不用处处防备。雨朦胧，情深不深，只要醉醺醺的美不美，只看能否爱得暧昧。喝不醉，就学不会。只要我以为，就不是误会，谁都是宝贝，有什么真伪，什么是是非，都似是而非。醉眼看世界，世界随我陶醉。的天地没那么多对不对，错不错只看心境怎么描绘。我流我的汗水花，例如天花乱坠，甜不甜美，谁能带我去品味？我的东西你早已经整理完，其实宁愿你别答应那么快。对分手的人往往想再努力看看，谁真的能一刀两断。我也清楚这次不该再心软，对于你的体贴全然不责怪，反而羡慕起有些人分得不愉快，才舍得转身离开。说再见不难，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，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，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，说抱歉不难，跟我们是否还真爱也无关，形式上去结束某一种阶段，淡去的记忆有谁保管，都不是太乐观。我也清楚这次不该再心软，对于你的体贴全然不责怪，反而羡慕起有些人分得不愉快，才舍得转身离开。说再见不难，
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，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，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，说抱歉不难，跟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，心事上去结束某一种阶段，淡去的记忆将由谁保管，都不是太乐观。妈呀，把我老婆唱醒了。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。我要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，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，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，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，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，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。不要刻意说你还爱我，看尽潮起潮落，只要你记得我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，不用难过再去掩饰什么，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，其实不必说什么才会离开我，起码那些经过属于我。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，回忆
起爱情的香气，我以为不露痕迹，思念却满溢，或许这代表了我的心。不要刻意说你还爱我，当看尽潮起潮落，只要你记得我。如果你会梦见我，请你再抱紧我。树林中，记得树林中，树林中寄出往外的什么？树林中什么？树林，学一下。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，记得等着。书里总爱写到，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。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。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，记得单车还有他和她的对谈，女孩的白色衣裳，男孩爱看她穿，好多桥段，好多都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问了你，刚才问了你。的手不放，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。
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，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女孩的晚什么？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，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女孩的白色衣裳，男孩爱看她穿，好多桥段，好多的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问了你一下，你也喜欢对吗？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？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到你的家乡，绿瓦红砖，绿树和青苔，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。你说你也会这样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，因为慢慢这伴奏怎么奇怪？算了。关上门，一个人行李上车，将心情化妆成初恋的快乐。我要我为自己找回自我，找到些什么？铃声像地球，在电话那头，你说话不温柔，像一块石头，坚定地镇住我心头波涛。我想泪流，原来爱没有一起我。你的爱会将我灌醉，我没有所谓，太过清醒怎么陶醉你？关上门，一个人行李上车，将心情化妆成初恋的快乐。我要我走什么走了次？关上门，一个人行李上车，将心情化妆成初恋的快乐。我要我为自找回自我，找到些什么？铃声像地钟，在电话那头，你说话很温柔，像一颗石头，坚定地镇住我心头波涛。我想泪流，原来爱没有一起我。你的爱会将我灌醉，我没有所谓，太过清醒怎么陶醉？你的爱
像是杯太浓的咖啡，让我失眠彻夜。好爱这种感觉。升一下调。关上门，一个人心里想着，想将心化妆成初恋的快乐。我要我为自己找回自我，找到些什么？铃声响地钟，在电话那头，你说话很温柔，像一块石头，坚定地镇住我心头波涛，我想泪流。原来爱没有遗弃我，你的爱会将我灌醉，我没有所谓，太过凄凄怎么陶醉？你的爱像是杯太浓的咖啡，让我彻夜彻夜，好爱这种感觉。关上门，一个人行李上车，将星星化妆成初恋的快乐。我要我为自己找回自我，找到些什么？铃声响地钟，在电话那头，你说话很温柔，像一颗石头，坚定地镇住我心头波涛，我想泪流。原来爱没有遗弃我，你的爱会将我灌醉，我没有所谓，太过清醒怎么陶醉？你的爱像是杯太浓的咖啡，让我失眠彻夜，好爱这种感觉。每一次入的像是付出全部，拿回什么不清楚。没学爱过，至少学会找到感动或知足。感受当爱落幕与或输。来了。关上门，一个人心里上车。关上门，一个人行李上车，将心情化妆成初恋的快乐。我要我为自己找到自我，找到些什么？铃声响地钟，在电话那头，你说话很温柔，像一块石头，坚定地镇住我心头波涛，我想泪流。原来爱没有遗弃我，你的爱会将我灌醉，我没有所谓，太过清醒怎么陶醉？你的爱像是杯太浓的咖啡，让我失眠彻夜，好爱这种感觉。关上门，一个人心里上车，
将心情化妆成初恋的快乐。我要我为自己找回自我，找到些什么？铃声像地震，在电话那头，你说话很温柔，像一块石头，坚定地镇住我心动波涛，我想泪流。原来爱没有一起握，你的爱会将我灌醉，我没有所谓，太过清醒怎么陶醉？你的爱像是杯太浓的咖啡，让我失眠彻夜，好爱这种感觉。每一次恋爱的过程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拿不回什么不清楚。也许爱过至少很能够知足，难说当爱多无凭或数。付出全部拿回什么不清楚，也许爱过至少学会找到感动或知足，难说当爱落不应或输。知道了。感动或知足。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拿不回什么。再来。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拿回什么不清楚。也许爱过至少后等不行。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什么？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拿回真不清楚。也许爱过至少学会搞懂什么玩意儿？真不清楚。也许爱过至少学会找到感动或知足。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拿回什么不清楚。也许爱过至少学会找到感动或什么玩意儿？拿回什么不清楚。也许爱过至少学会找到感动或知足。难说当爱落不应或输。什么玩意儿？再来。会什么不清楚？也许爱过至少学会找到感动或知足。难说当爱落不应或输。到了，我会了。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
付出全部，那不输入不清楚，那为什么不清楚？也许爱过，至少学会找到感动或知足。难说当爱落幕赢或输。再来。每一次恋爱过程感正是的什么玩意儿？每一次恋爱过程什么玩意儿？再来。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哪会这么不清楚？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哪会什么不清楚？也许爱过，至少学会找到感动或知足。难说当爱落幕赢或输。哎呀妈，终于整完了。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哪会什么不是？对，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哪会什么不清楚？就像。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哪会什么不清楚？也许爱过，至少学会找到正对。最后一遍。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哪会什么不清楚？也许爱过，至少很多的对。为什么？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哪会什么不清楚？也许爱过，至少学会找到感动或知足。难说当爱落幕赢或输。哎呀妈！巩固一下。每一次恋爱过程就像是赌注，付出全部哪会什么不清楚？也许爱过，至少学会找到感动或知足。难说当爱落幕赢或输。克服了。
过往分分合合太多，挽留的话难说，却强装很洒脱。曾经的那些铭记过的温暖与苦涩，就像凋零的花，寒风吹打着沙，我仍对你情很深重。我站在檐下，说最动人的话，即便是岁月的懵懂，但是我们越走越远，慢慢锁上心事的枷锁，默契在匆匆结识后崩塌。太难了，放弃。你们有什么歌想让我学一下？咱们现场学。有没有就是那个偏民谣的？完了，你们特别喜欢一首歌，我可以就是现场学一下。其实觉得幸福没有唱过，鼓楼的幸福有没有唱过？啊，没有这首歌，没有这首歌。茶花开了，茶花开了。沿着山的小村庄，那有一群群孩，天天念想着远方。有一家小卖部，夜夜开到凌亮点。不知他又是思念谁？他在思念什么？每日每夜是随风飘走的落叶，还是被他吹散的蒲公英飞远了再也不见？是谁把牵挂埋在了土里，莲花开放的满山遍野？明明家里的路最熟悉，为什么长大却越走越远？长大了他们都变了很多，连会法变得也越来越少。长大了翻过山四处奔波，以为生活也会越过越好。长大了他们也越来越老，越是疲惫在思念里蹑手蹑脚，越是期盼着每一年的最后，也期待着孩子能回来的越来越早。有没有说？没说是不是啊？那就好唱。这个我会，你要不说唱我会。那是一座座山，连着山的小村庄。那有一群群孩，天天念想着远方。有一家小卖部，夜夜开到凌亮点。不知他又是思念谁？那儿月月弯弯什么？这还不会。思念谁？那儿月亮弯弯，高高挂在了天上。好了，会了。这首歌啊，会。
哪儿月亮哪儿月亮弯，哪儿月亮弯弯。那是一座座山。那是一座什么 ？Sorry， 那是一座座山。那是一座座山，连着山的小村庄。那儿有一群尘埃，天天念想着远方。有一家小卖部，夜夜开到2点。不知他又是思念谁。那儿月亮弯弯，高高挂在了天上。那是月亮弯弯，一座小小的。电量低了。清唱吧。清唱吧啊。那是一座座山，连着山的小村庄。那有一群尘埃，天天念想着远方。有一家小卖部，夜夜开到2点。不知他又是思念谁。那儿月亮弯弯，什么？那儿月亮弯，那儿。那儿月亮弯弯，那儿月亮弯，那儿月。又到了卡了。那儿月亮弯弯，那儿月亮弯弯，那儿月亮弯弯啊，那儿月亮弯弯，那就行。那是一座座山。谁大爷的，再来。那是一座座山，连着山的小村庄。那儿有一群尘埃，天天念想着远方。有一家小卖部，夜夜开到2点。不知他又是思念谁。那儿月亮弯弯，高高挂在了天上。
那时外婆总是一座小小板凳上，等天亮去茶山，一朵一朵的摘下，说是给我买礼裳。故乡啊，那南江轻轻唱，思念的人请别来无恙。归途啊，唱又唱，去又望，望呀望。你可记得我年少模样？这句。你可记得我年少模样？归途啊，唱又唱，去又望，望呀望。你可记得我年少模样？你可记得我年少模样？你可记得我年少模样？会了。那是一座座山。那是一座座山，连着山的小村庄。那有一群群孩，天天思念着远方。有一家小卖部，夜夜开到凌2点。不知他又是思念谁。那儿月亮弯弯，高高挂在了天上。那时外婆总是一座小小板凳上，等天亮去茶山，一朵一朵的摘下，说是给我买礼裳。故乡啊，那南江静静唱，思念的人请别来无恙。归途啊，唱又唱，去又望，望呀望。你可记得我年少模样？那是一片片云，连着云的小村庄。那有一群群孩，渐渐奔向了远方。有一扇高楼窗，夜夜忙到凌2点，遮住那一晚。什么？这块不唱。遮住那一晚，遮住那一晚月亮。故乡啊，那南江静静唱，思念的人住在望月亮。他乡啊，熙熙攘，来来往，大无常。长大才懂远方是
故乡。好了，这首会了。学学鼓楼，鼓楼咋唱？走在鼓楼下面，路在堵着，雨后的阳光散落，人们都出来了，执着的，迷惘的，文艺青年很多，如果我走在鼓楼上面，路在我走在鼓楼下面，我走在鼓楼下面，路在堵着。什么？是这么唱的吗？走在鼓楼下面，路在堵着，雨后的阳光散落，人们都出来了，炽热的，迷茫的，都为情也很多。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还挺复杂的。路在堵着，雨后的阳光散落，人们都出来了，执着的，迷惘的，都为情也很多。如果我无聊了，就来这里坐坐。差不多了。是。我走在鼓楼下面，路在堵着，雨后的阳光不是什么？雨后的阳光散落，雨后的阳光散落，来了。我走在鼓楼下面，路在堵着，雨后的阳光散落，
不什么？什么？雨后的阳光散落。再度的雨后的阳光散落，人们都出来了，执着的遗忘的回忆纪念很多。什么是怎么唱？我走在鼓楼下面，路在堵着，雨后的阳光散落，人们都出来了，迷着的遗忘的，文艺青年很多。文艺青年很多，文艺青年很多。我走在鼓楼下面，路在堵着，雨后的阳光散落，人们都出来了，执着的迷惘的，文艺青年很多，文艺青年很多。文艺青年很多，文艺青年很多啊，文艺青年很多。再来。我走在鼓楼下面，路在堵着，雨后的阳光散落，人们都出来了，执着的迷惘的，文艺青年很多。如果我无聊了，就会来这里做什么？文艺青年很多。无聊了，就会来这里坐坐。再来。我走在鼓楼下面，路在堵着，雨后的阳光散落，人们都出来了，执着的迷惘的，文艺青年很多，文艺青年很多。文艺青年很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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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艺青年很多。如果我无聊了，就什么玩意儿？文艺青年很多。文艺青年很多，如果我无聊了，就会来这里坐坐。是怎么唱吗？文艺青年很多，如果我
这里坐坐。如果我文艺青年很多，如果我无聊了，就会来这里坐坐。文艺青年很多，如果我无聊了，就会来这里坐坐。我是个沉默不语的，靠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。是怎么唱？这首歌我不喜欢，还不如那个 rap 呢，不好听，这首歌不好听，我不喜欢赵雷。看来有人点了薛之谦的什么歌？刚才谁点了薛之谦的什么歌？薛之谦的啥歌来？你还要我怎样啊？你还要我怎样？我会唱。有没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歌？我走在鼓楼下面，我老婆这还能睡着？我们学一下这个 rap 嘛。他的思念什么每日每夜，他的思念什么每日每夜，还是被他吹散。他在思念什么每日每夜？他的思念什么每日每他的思念什么每日每夜？他的思念什么每日每夜，随风飘走的落。他的思念什么每日每夜，随风飘走的落叶，还是被他吹散。他的思念什么？在思念什么每日每夜？是不是随风飘走的落叶？他在这思念什么每日每夜？不行，跟不上，这是他在思念什么每日每夜？舍得的落叶。去边儿去！每日每夜。
点外卖吧，都是我老婆醒了吃外卖。哎，今天你们来决定我们吃什么？今天你们来决定我吃什么？有老人喂了很心酸，你都活不到我这个岁数，这叫西北迎客。也没有人关注你，3个粉丝，你生活当中你也是个丑逼，你就是，你刷什么存在感呢你？生活当中一塌糊涂吧你真的你活不到我这个岁数。你丑你还学人家那个当键盘侠，你说你啥东西呢？你有时间你攒点钱，你把那个结婚贷款还一还。生活当中也没人爱你，对不对？生活当中你也没人爱你吧？真挺可悲的，是不是？生活当中到处攻击别人呢？我都能想象到你长什么样。虽然我看不到你，但我能想象到你长什么样。你有什么流量让我找存在感？让你找存在感非得流量吗？像你这种人，你的逻辑我当然不懂了。你是一个心理变态，是一个小丑。你的逻辑你不用问我，你自己证明你自己就好了。在网上你不要轻易的点评别人，你什么东西啊？你先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再点评别人，对吧？你天天点评别人，你能活成别人的样子吗？你活得跟一滩屎似的，都埋汰屎，我都形容你都埋汰屎了。你真的，其实我觉得你活着，其实就是你妈妈就是可能，你妈妈可能就是后悔了，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。我没有生气，我就是在点评这个人，你点评我也点评你。你没咋的呀，你死去呗，我这能拉黑你啊？你还能咋的呀？我是不能把你咋的，你也不能把我咋的呀？你就是为了拉黑你，到处没有人得意你，你现实当中你就是万人膈应啊！拉好啊，但是在拉之前，我得说你2句啊，一辈子都不像个人似的，活得像个人似的啊！西北迎客，你真给西北人丢脸啊！来吧，你们来决定我吃什么。我给你们几个选项，你们想吃什么？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外卖可能会比较吃够了。我们现在最常吃的外卖就是那个肯德基、麦当劳、肯德基我们都不吃。我们这边有88中西茶餐厅，里边有猪肉饭、萝卜牛腩饭、咸鸡腿饭、葱姜牛肉饭、黄焖排骨猪饭、番茄牛肉滑蛋饭，自己做就好了。现在做不了，
这个是一个茶餐厅饭啊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叫嘎嘎香东北老饭盒饭，老饭盒饭。看着不好吃。然后还有啊，你们让我点这家啊，让我点这家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我们点开萝卜牛腩饭，我看看是多少钱。萝卜牛腩饭是35。番茄牛肉拌饭是也是35。茶餐厅都贵。这点有早茶吗？没有。这点有也是上午剩的。我看这家点评，点外卖我们一般都看差评。菜品食材不卫生，吃出一条长长的头发，菜洗的不干净，真是影响食欲。鱼香茄子饭分量不足，餐品略贵，不值这个价。餐品包装有破损，食材不新鲜，非常不好吃。20块钱，备注多放点葱花都没给，又不能买葱花，服务不好了。你送错餐了，我点的是排骨，牛肉很腥，手撕鸡里边有小生肉。对于一个孕妇来讲，不拉肚子吗？油腻重盐，汤汁渗漏，蘑菇汤又酸又咸，一股味精味儿。这家能点吗？你们说？感觉都挺忌讳的。还有这家是古田稻香，有蜜汁排骨、酱汁排骨饭，然后香菇蒸蛋、红烧狮子头，肉末茄子套餐、番茄牛腩套餐。我们看一下这家的评论，也是差评啊，食材不够新鲜，妥妥的预制菜。哎，看差评，菜品严重失量，看着没胃口。什么玩意儿？分量越少，就那么几块，坑人。比在店里吃差多了。预制菜量少不好吃。你们家不想做外卖可以不做，真的量少又可怜又难吃。价格贵，实在性价比不高，味道也差，没有特别出彩的。土豆没熟，全是烂菜，预制菜就算了，还难吃。肉质差，油腻齁咸，严重虚标，难吃，超级预制菜。吃了之后一直到晚上都恶心想吐，太难吃了，都是预制菜。那估计真的是预制菜。这么多人说预制菜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惠州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小吃叫
恒利汤粉，我们看看这个评论。免葱给放了一吨葱，留给垃圾桶吃吧，不会再点了。这个粉是昨天剩的吗？我饿飞了都吃不下，老板能不能不要省这点钱？猪脚全是骨头，这几颗20块垃圾，35块的肉难评又贵又少，想点的自己悟吧，30块一碗，不如别人家10块钱，偷工减料，卤蛋都不放一个，汤变酸不好吃。商家肉丸不是恒利正宗的，超级难吃，吃了一口就扔了。这家肉丸这个牛腩真是来搞笑，态度不好，商家自己问题还在说那说那的，态度非常不好，有一些肉丸绵绵的差评。连续3次牛腩粉都给这种大肥肉了，一嘴油，吃的能不恶心吗？以前品质挺好，最近咋的了？里边有一块猪大肠，一点味道没有，你好歹打一点汤汁吧。我要的是汤米粉，你用的是河粉，你没有，你可以打电话确认。无良商家就是你们这些玩意儿把市场扰乱的，投诉你们没有错，就该给差评，超级差评，感觉不卫生，吃完拉肚子。老板在跟我开玩笑，肥肠很苦。38特意点最贵的，结果不会再点你家东西了。汤粉包装里边全是血，真是无语了，太恶心了，吃不下去了。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汤粉和肠粉，而且肠粉里边有很多黑色发霉的东西，网上说是铁锈生盘或者铁盘生锈，或者是鸡蛋蒸久了和铁盘发生反应，反正这种给客人肯定是不行的。蒸米粉没调料，白白的，害我自己加了点酱油不好吃，吃到拉肚子，这也不行。我不能只看差评啊，对吧？我要看差评，什么都吃不下了，对吧？你不能总看差评，是不是？我们不看好评，我们就看最新的评论。看看这个湖南鲜货小炒，我们看评论，最新的评论，如果都是好评的话，那咱们就点嘛。商家和骑手互相推卸责任，冷了怎么吃？还是忠实的顾客。嗨，这个有点太油太干了。什么叫太油太干了？很下饭，有家乡的味道，还不错，分量也很多，很不错的菜，味道好，皮蛋有点腥，味道不错，食材菜量越来越少了。不是干锅牛蛙吗？为什么那么多汤？这家感觉也不能点。看这鸡公煲能不能吃？鸡公煲最新评论，真的超级辣。不过这个肥肠挺多的，鸡肉越来越少了，一份就5、6块鸡肉，真是可怜，少的可怜。好吃，家的味道，味道不错，下次还购买。好吃。第一次讲，这都是好评，但我不喜欢吃鸡公煲。嫂子、辣子、波子是什么意思？看这个评论。
分量足，好吃。配了一个饭，饭吃完了还不剩菜的啊！之前点的那个配一个菜，饭都吃完了，这次没2块肉，饭还剩大半盒，没菜了，严重缩水，肉质差，味道差，太差了。点了很多次还可以，不愧是让人吃了还想吃的辣椒。这感觉也不好，最新的评论都不好，这是最新的评论呢，我可没调差评读啊。看这家川菜叫愉悦，你们那儿也有。最新评论太慢了，1个小时才送到，都冷了。蔬菜捏软，味道差，分量不足，餐食漏油，基本不上评论的。这是发自肺腑的想尝，这那个点评，好吃的东西要分享出来。非常不错，肉质满满，已经回购了，非常不错，一看就不是预制菜，除了有点油大。外卖还热气腾腾的，红油有食欲，鸭血入口即化，毛血旺脆弹不老。那就这家吧，感觉还不错，4.8的评分，连续2年上必吃榜。点个毛血旺套餐，算了，点个双人豪华套餐，不行，感觉他吃不了辣，200刀吃不了辣怎么办？点个辣椒炒肉吧，那个套餐，好了，再点一个。我吃过他家店，就一般吧。辣椒炒肉再来一个。我们爱吃凉菜。夫妻肺片52，哎呀，好贵啊！蒜泥白肉42。啥呀？这能这么贵啊？你们觉得贵不贵？夫妻肺片52，蒜泥白肉42，手撕包菜29，一个包菜29，辣椒炒肉48，我的妈呀，这啥呀？这么贵啊？酸菜鱼69，沸腾鱼119，毛血旺套餐，我的妈呀，吃不起。大饭店说是，大饭店不能这么贵呀。确实是大饭店，我知道，我去吃过，但我觉得味道也一般吧，也没有到那么好吃吧。你管说我天天点外卖都不知道点啥，死贵的，完了还不好吃。我看这个海底捞下饭火锅菜，看看啊，最新酸汤个人感觉好吃，食材新鲜，味道不错，好吃，非常不满意，番茄味超级难吃。
好吃、新鲜、好吃、好吃的，没味道，而且不是拌好的，就一般火锅底料，真是差劲。为啥麻酱味一点麻酱都没有放？送过来已经没那么热了，而且没给餐具，薄荷糖，超级好吃。看看这个多少钱？这得点套餐，还挺便宜。你们吃过这家吗？就是你们吃过这个就是海底捞的那个下饭火锅菜吗？你们吃过吗？有告诉我觉得好不好吃？海底捞的下饭火锅菜吃过吗？两个人生活不做，学习做饭以后怎么办？我新买的房子，然后那个橱柜没做好，要不然我们就做了。那火锅冒菜，就是海底捞嘛，就没吃过是吧？蛙来达，蛙来达，蛙来达，看看这个。紫苏蛙最好吃了，香香辣辣的，蛙肉很嫩，食材新鲜，炸的太干了，没有口感。什么东西？跟我上次点的不一样。好吃，豆干咸的，我喝了一瓶矿泉水，蛙也不嫩，完全预制菜。这个蛙行，蛙下次煮的久一点，寄生虫那么多，太多生蛙肉了，没熟透。百人顾的老顾客了，食材新鲜，又来点蛙了，隔天就想吃，味道很好。点一个，我也爱吃蛙，什么寄生虫不寄生虫？紫苏蛙41，香辣蛙41，肥肠，砂锅肥肠42，贵吗？不贵吧？吃蛙能几块肉啊？这个不贵吧？我们可以点一个套餐，这个套餐138都有啥？我看看。还不含米饭138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家太贵了，138不含米饭，我觉得有点贵。惠州这么高，也有便宜的，猪脚饭那谁不吃？华莱士便宜，华莱士一个套餐才23，川西华莱士。
豆花烤鱼，我老婆爱吃烤鱼，我看看烤鱼多少钱，先看看评价。口味很赞，打开一股味儿，分量相当足，量少就不说了，这个价位分量也正常，辣椒比牛蛙多，牛蛙全是小个的，没有指盖大，经常点，难吃，就一块鱼肉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鱼，味道很怪，豆腐一股臭味儿。物美价廉，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次，外卖吃完的一次，好吃，米饭也是五常大米。哎，五常大米加分，我看。哎，刚才是哪个家？退出了。说烤鱼，烤鱼，就这家，这个便宜啊，这个，这个可以，我俩点一份烤鱼，我看看多少钱。重庆豆花味富贵鱼双人套餐109，可乐2听，米饭2碗，招牌豆花凌波鱼1份，手工黑豆花，荤菜2选1，梅林午餐肉和酥炸小酥肉，素菜3选1，魔芋素毛肚丝，娃娃菜莴笋，这个挺好啊，这109不贵吧？这不贵吧？一份烤鱼109，对你们来讲贵吗？比蛙来达便宜啊！其实我最爱吃寿司，他吃不了寿司，点烤鱼吧。叫凌波鱼，凌波鱼是啥鱼啊？没吃过凌波鱼。这个像素怎么这么低？4多不多？真应该每次吧？怎么可能有次？应该没有次。点这吧。坐等开吃。是的，我觉得也不贵，因为我总吃烤鱼，所以我知道这个价位其实不贵。
别离开我，我看看我的京东快递到没到？没到，搞得我们现在只用京东快递了，其他快递不给送上楼。京东快递就贵一点点。现在像素不虚了啊。小爱同学，在呢。关闭空调。好的。京东快递老板是不是很帅？帅不帅能咋的？帅不帅？我对直男没兴趣。我现在也有对象了，他帅不帅跟我有啥关系？在我眼里，因为我平时接触帅哥会比较多，所以在我眼里，我觉得帅哥很多人都就是只有一个空皮囊而已，没什么用。昨天我看龙二直播了，龙二直播说啥了他？龙二为啥直播呀？他旁边那个人是谁呀？是他的朋友吗？还是他恋人？昨天我没点进去，我昨天那个在玩游戏，卖货卖啥呀？因为我没去看呢，我就问问你们，卖衣服啊，还是之前那个品牌啊？的漩涡没仔细看。我还以为他也处对象。因为我又设计新衣服了，那怎么带着那个人直播呀？我昨天在看，你怎么那么八卦？因为我没看直播，我问问我直播间的人，这也算八卦呀？你们不知道事儿，你们不问问，这有啥？这有啥的？那人话多，龙二话少，20年朋友了。因为我怕冷场。那你们看直播也没啥问的吧？你们都问啥了？这评论区里都问啥呢？有啥就是互动的话题啊？我们家唐大大，我看见他关注我了，都问啥了？
评论区里大家讨论什么？错过了，我昨天一是睡觉了，二是那个在打游戏，所以就没进去，准备复出了。他衣服不是一直在卖吗？怎么说复出了？哎呀，有没有出演绿豆？有一个，记得一哥问二哥有没有出演绿豆？啥呀？那玩意儿有啥问的呀？自己去看就完事儿。之前号不限流了，差不多应该解了，因为他那个正常是限流2年，我之前也是限流了2年左右，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解，就是那个系统就不再限流了。他限流也是因为那个他曾经发了一个我俩在海边的一场戏，就他那个视频，然后就因为这个视频就被限流了。为啥会限流？因为不能发同性恋的，不能发同性恋内容。如果你发了的话，被系统查到的话，就会被限流。就是一些小的那种账号，因为你的流量没有那么高，你的评论量没有那么高的话，你就不会被限流。但我们的有一些可能视频就是评论量会比较高啊，然后内容也比较明显的，就是可能就会被限流。还以为是版权问题，没有什么版权问题。当然这是我的理解，我觉得就是发同性恋，你看我从来不在抖音上发，就是自己的剧啊之类的，不会发。如果说评论量比较高的话，像我们本来就是可能就比较活跃的，然后就可能就会被限流，然后一限2年。我曾经就是宣传自己的剧，然后限流了2年，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解开了。他也是因为宣传嘛，然后就限流了。所以他一被限流，我就知道咋回事儿。我说哎呀，我说我也被限流了。我说这个不能在那个抖音上发这些东西。我们算是关注度比较高的，像几万的粉丝这种，就不能乱发。有些小账号你们愿意发就发，那没问题。大账号不行。可以把之前那个，他那之前那个应该2年了，应该快了。限制视频没有播放量吗？对，就是没有播放量，就是不推荐，就是不正常的推送，然后自己的粉丝也看不到，就是自己的粉丝，除非就是你点到主页里边能看到这个视频，就平时你刷的话是刷不到的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是除非有的那种真爱粉啊，然后他会就时常的关注你，然后点进你主页去看看你有什么东西。但比如说你关注了这个人，然后你就正常刷抖音的时候，这个人的视频你都看不到，除非你在关注栏里去点，就挺恐怖的。可能正常播放量我们是几万的播放量，但是如果限流的话，可能就几百个，一两百个、200-300个那种，所以就
这就是限流的。完了，很多人就是搜我们账号也搜不到，搜账号搜不到，这也是限流。我们经历过这种事儿，特别狠，一下给你封，一下给你禁2-3年，我也忘了是2年还是3年。别人搜我搜不到，像你们搜罗二应该也搜不到。同性恋招谁惹谁？同性恋没有招谁惹谁，就是国家现在的，不能说这个国家啊，就是我觉得上面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搞，但是你不能大张旗鼓的搞，你不能鼓动大家搞。私信会限流，私信不会限流。就是这个群体，你们可以就是正常的生活嘛，但你不能就是鼓动大家一起来搞同性恋，就是不能说同性恋多好啊，然后就是大家都来当同性恋吧，不能这样。包括我们的剧很少有 happy ending， 就是错误价值观就属于，对，就是错误的价值观，不能凸显这有多美好，所以我看那个评论区里边有人说，哎，百里这次终于是 HE 了，然后是心软了才 HE 的。我心想我没有一定要就是那个，对吧？我没有想一直都 BE， 是有些东西其实你要看上面什么意思，你不要去触碰人家的线，就是我们以能播出为基准，不能理想化。我们拍了其实就想播出去，我们不能说变成那个贾樟柯什么的，不能变成管虎，有些题材你播不了。因为刘烨和胡军演的重燃情，为什么不只是限流这个视频？怎么会限流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怎么会限流账户？因为你发的多了呀，人标记了，就是人家认定你这个账号是有在宣传这个东西的，那你就，而且我们的账号因时常被监管，就是就是只要你关注度比较大了，那你不能乱发东西，责任越大。蓝宇这部电影，蓝宇，我觉得其实这个故事吧，就我觉得这个故事，我挺喜欢他拍的，我挺喜欢他拍的这个蓝宇，我觉得这部片子拍摄很好，就是特别质朴，然后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很喜欢看这种电影。包括演的呀，那个氛围啊，就是都挺好的，这个故事核心我觉得都挺好的。我唯独觉得说他有点儿，既然是写实的，我觉得他的故事还是没有那么写实。
能明白不？就是我觉得你既然是，嗯，他他这个剧本，他其实就是我觉得偏小说了，就是他不是真实的那种故事，但是他拍的没错啊，拍的挺好。我觉得就是故事可以再现实一点。嗯，反正我觉得他这个剧本是一看就是小说，但这已经很好了。昨天在龙二直播间，为什么不继续拍短剧了？他说没有机会。他这个真能整事儿啊！龙二就在这个整事儿。图图啥时候给龙二一个机会？没有啥时候给他一个机会啊！他想拍他就拍了呀，对吧？他想拍他就拍，他就跟我说他就拍呗。我每次我拍剧，我第一个我想到是他，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可能自己的规划里边不是不想拍剧，或者说他心情不好他就不拍，然后他现在想拍了吧，他说他没有机会，你这个就真的是好能整事儿啊！就好比就是说别人一直都在对他好，完了别人停止对他好了，因为他总拒绝别人，呃，然后他就开始抱怨没有一个人对他好，你这个不行啊，这个怎么能是我不给机会呢？嗯，怎么是他没机会呢？熊本源，你好，你好，演技是挺好，他演技我觉得是好，很好。关于现在做同性恋题材的这个电影这方面的东西吧，太少了，因为不挣钱嘛，所以大家机会就少。嗯，像大梅他们也不会用我们这些老家伙，现在就唯独就是期待着那个期待的那个就是那个知己，就是那个卡卡他们那个电影，好像可能会拍吧，但是具体能不能拍下来这不知道。他们可能要拍个电影，嗯，档期没匹配上，我知道他的意思。其实龙二在我眼里吧，龙二在我眼里，我觉得我是不会去误会他什么，因为龙二在我眼里就是我觉得我挺了解他了已经，嗯，我觉得我挺了解他，只是嗯，就认识这么多年，可能你跟他相处，对，你要猜他在想什么，所以我已经猜了很多年了，所以我就非常能懂，嗯，他其实是一个比较，可以，嗯，就我觉得我跟龙二是两种人，龙二是一个恋爱脑，啊，龙二是一个小男人，他是一个比较会被生活和情绪影响的一个人。他不是一个有一个就自己规划呀宏大的那种事业心的那种人。他其实是属于比较感性的一个，所以我觉得挺懂他。我觉得我挺懂他，很
就是我觉得他想拍，他就是想拍了，他不想拍，谁都劝不了他。嗯，我不知道他是单身还是有对象。我俩也，我俩之前是聊过着，但是，就是他每一段的状态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俩已经有1年没说话了，差不多1年左右没说话了。啊，我们上一次聊天是6月份，就是去年的6月份。嗯，他现在是不是单身我不知道，之前是单身，但之前也没有聊到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处对象啊之类的，不会去聊这个东西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俩聊这个东西吧，其实有点尴尬，就就是因为我俩合作这么多年，可能会有一点点，就是起码在拍戏阶段会有一些小暧昧吧。拍戏阶段会有一种心与心的那种小暧昧，就不算是就拍戏阶段，那我就不太会去问别人情感的问题，我怕加剧了这种暧昧这种错觉之类的，就是对你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就不会聊这些东西。你们能懂我说的吗？就是本身我们因为拍摄，因为剧情，因为剧本，因为故事的走向，会导致我们会有一点点小暧昧。然后这个时候我突然又问说，你有没有对象啊之类的？你最近谈不谈恋爱啊？让让这个关系会更奇怪。嗯，所以我就不会去问这些东西。就我俩在一起就打破这种氛围，就是你问了会让人误解吧。嗯，你干嘛？你可能就是说真的是八卦的心，然后但是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龙二他没跟别人拍过戏，他如果说跟别人拍过戏了，呃，他可能多体验一下剧组的生活，他可能就不太会被剧情影响。但是我觉得，其实很多情况下，我觉得二把刀其实也是因为剧情的缘故，逐渐的就使我俩就是走在一起了。是因为你拍戏啊，真的会被剧本或者被大家的评论，嗯，和你在现场的那种感觉，会影响这个关系。本来就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，可能因为这个剧情会推进你俩的暧昧的点，推着推着你俩可能就是因为像我演过很多戏了，我不太会被这些剧本影响，但是很多人他第一次演戏啊，或者说是或者说是第一次接触网络，他可能会被大家推着往前走，明白不？你像我这种老油条，我就不会了。我现在基本上不太会投入在剧里边放很多感情。我觉得大家就是跟我合作的演员，他们不一定是活在角色里边，他们可能是活在这种感情里边。嗯，就是很多人会活在这个爱情里边，就是很多人，包括就是其他我们剧里边其他 CP 们，他们也会因为这个感情
受影响。剧里的那段感情可能让他会，对，会沉溺在里边，因为剧本都是理想化的东西。遇到一个暖男，现实当中哪有那么多暖男？现实当中我没见过什么暖男，现实当中没有暖男，我没见过，可能我没见过。要是这种感情被现实幻灭，什么不就很容易分手？要是这种感情被现实幻灭，不就很容易分手了吗？被现实，被现实打败，我觉得是无论说你是真情侣、假情侣，被什么迷惑的情侣都会分手。现实就是会影响到大家分手。可能是因为你们太向往爱情了。我见到的爱情基本上都是很容易就分手了，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分手理由。是你们太向往爱情了，你们看到的都是长久的爱情。但现实当中，其实有很多人跟你们说，哎，我没谈过恋爱，其实他是尝试过很多恋爱了，他爱过很多人了，他被拒绝了，或者说他短暂的感情他不算在内了。那感情很容易放弃的，所以分手才是常态啊。你一个人才是常态啊，你怎么能要求就是一段感情你必须要长久呢？我不是这么觉得呀。就是有很多人他说那个我跟我对象在一起10多年了，你们听我的那个连线的那帮人你们也听到那些故事了？几年之后两人开放了，那算是长久吗？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误以为感情是长久的。就像你误以为生活是美好的，只有你成年了以后，然后你才知道生活上一滩烂事儿。感情里也是这样，你想维系这个感情，你就是要接受开放。圈子里是这样，我不能说全都是开放，但是50%-60%都是开放式关系，看你追求什么。有的人吧，就是没谈过恋爱，还经常对感情有一些自己的幻想，他觉得他幻想的就是真的，但你没谈过呀，你谈过你就知道感情是啥了。芝麻是感情的什么龙二的升华，小茉莉是巅峰，啥叫升华？就我觉得其实，我不是说奉劝大家都要努力向上，我觉得挺累的。但我真的想说，是赚钱才应该放在第一位，不是感情。就努力赚钱，然后去用物质去填满自己的需求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不是用感情来填满，太蠢了。感情是不由人的、流动的，天天就追求爱情，天天追求那个暖男，哪有那么多呀？那都假的。哪有那么多暖男呢？暖男一开始能对你好几天，那就是暖男。没有人会一直对你很好的，除非你是值得的。你看我就说句实在话，我就说，当然有点过于现实了啊。
有点过于现实了。就是我可以这么说，就是我现在生活当中，别人对我的尊重和对我的好，对我的挂念，很大程度来源于你是个优秀的人，你有钱，你的社会地位高。这其实是内核，不是说你周围都是好人。很多人其实就是因为你是优秀的，所以别人敬着你，巴结着你，维护着你。太现实了。你就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被甩了呀？你为什么找不到爱情呢？就是你不够优秀，别人有更优秀的选择，或者说别人需要优秀的人，就是你被淘汰了。这是很现实的东西。你天天自己也没啥钱，完了也没啥阅历，长得也不 OK，也没时间去健身，然后天天在网上想，就是祈求自己的爱情来临。你就算来了，你也守不住。这是很，就像直男一样，就是老一辈吧，给他们娶媳妇了，但是他如果说是婚后生活不 OK，他不努力上进的话，媳妇会跟他离婚的，你会被人淘汰的，你会被人刷掉的。这很现实。所以就是一段感情长久，我觉得你得牺牲好多东西。但是你说实在的，你如果说让你牺牲那些东西，你未必你能接受。就比如说有些感情，他俩人就是没那啥生活的，完了就必须得那个去开放式关系。你想跟他长久，你就得接受这个关系。一般人接受不了，所以一般的感情是长久不了的。有几个人能接受这种关系，对吧？很多东西你不要羡慕嘛，羡慕人感情长久，觉得人家是真爱，你知道这里咋回事啊？感情没有那么美好，生活也没那么美好。就是我觉得人最快乐的点就是你体现了自己的价值，包括你工作呀，包括你在父母面前，你给别人就是付出了，你掌握一些东西，你能选择，你能淘汰，我觉得这个是开心的呀。就是前两天我有一个学姐，这个学姐她现在就是算是在北京一个女导演，她跟我是校友嘛，然后我们又阴差阳错有很多认识的人嘛。然后这个学姐她经常去那个戛纳呀，去那种大学生电影节呀，国内外的一些电影节她都参加选嘛，然后她也得过奖嘛。也拿了很多奖牌。然后她前两天她要去我们学校去那个上课，因为她已经毕业了嘛，她也是进修班，然后她想回去蹭蹭课。完了她就找我说那个我不在。她说你咋不在呢？我说因为我觉得学校里教那些东西吧全垃圾。我说那个教的就是非常的差。完了她说她其实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她偶尔她回去充电嘛，因为也没啥事儿，她想再找找那种感觉。然后我说我就不去了，我说我坐不住。她说那你以后咋打算的？我说我以后吧，我就做自媒体，不想做电影了。你电影这破玩意儿吧，怎么说呢？电影这个东西吧，所有的标准都是由评委去决定的。
你们能懂吧？就是参加电影节其实是你要了解今年的评委的喜好，你又不知道今年评委是谁，完了你又得了解他的喜好，你要了解近些年这个奖项的那个喜好。你拍的东西不是说能拍出一个自己觉得很好的东西，也不能去过度的去就是追随别人的思想，所以吧会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拿那种奖嘛会有一种无力感。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就比如说你去，因为一般电影节都是偏文艺片儿嘛，偏文艺片儿的那种电影去选，但你通常你就是这种奖项拿多了的话，人家会觉得你是个文艺片导演，他可能就是不太信任你去做商业片儿，所以这些学院派的这些导演吧，毕业了以后就是疯狂的去参加各种展，但是忙活到最后吧，活儿越来越少，生活不下去。像我这个学姐也是，又拍 MV 又拍广告，然后又拍文艺电影，她现在就是很迷茫，因为她越学越想追求自己热爱的电影行业，但是她追求不到。然后她就跟我说那个，她很多想法是跟我一样的，但是她没得选。为什么没得选？因为她要活下去。她不想拍广告，因为广告的那个，她觉得那个广告商会破坏她的剧本，会给她一些特别扯淡的一些想法，然后会干预她的拍摄，拍的东西不是她想要的。因为我们说实在的，就导演这个行业，很多人都是理想派，都是敏感的，都是任性的，都是艺术的，都是那种文青的那种他接受不了别人指手画脚。但是你在社会里想活下去，就得接受，你就得维护甲方就你没办法。所以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就是包括我们学校教的东西，他也觉得没有实战，没有实战的那个结论，这都是理论偏书面的东西。然后他说其实挺羡慕我的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你有的选。然后这句话其实很触动我，我就在想我为什么有的选因为我前几年可能有一些储备，像他们，你知道，就是现在的电影行业的一些导演他们经常会想拍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但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没有人投，这些导演会拿出自己的钱去投一部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可能是倾家荡产，导致他们翻不了身，他们就得把自己，就是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了，然后花完了以后，然后他们就去接自己不想做的工作但是他们是痛苦的，然后他们就得就像卖身一样，把自己可能至少5年，他们做的生活就是搞艺术的人，你去强迫他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儿，比正常人要痛苦得多，所以他们就完完全全接受不了这种生活现状，所以我比他们就是稍微好一点，就是我现在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想做的，而且同性恋这个赛道吧，比较竞争比较少，我现在就自己想拍人拍人，然后生活也算是 OK，我也不用去看别人脸色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他挺羡慕我的。你包括哎呀，很多东西都没办法说。你拍那死电影，我真的不是说，
现在普遍的一部电影，至少你要是拍，我就这么说吧，你拍一部电影，有很多人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拍电影？我说我拍那死玩意儿干啥呀？电影正常就是100分钟，差不多就100分钟吧。100分钟1分钟咱们就算2万块钱，100分钟200万，200万你要知道观众看这一个电影可能会快进，可能看完就忘了，这200块钱可能就打水漂了。你们懂这种感觉吗？就是你掏空自己家底儿，然后特别认真的去拍一个自己想要的东西，然后想给全世界看，但是大家看是非常漫不经心的，快进的，打着游戏的，然后就当背景的，然后可能这个片子他看完了以后，他再也不看了，甚至会评价一句：“哎，超级难看，不要去看。”这两百块钱很少有人去认可这两百块钱。就是我不是说这两百块钱我们需要怎么去变现，是这个东西不会被大家记很久的，就哪怕我们听响，我们拿到被尊重，我们都可以。但是现实是100分钟的东西，大家会快进，看完就扔了忘了，讲的啥不知道。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？那我何不把这100分钟我拆成十分钟一集？你们能懂不？我把这100分钟拆成10份，每份10分钟，拆成10份，然后我能播放10天，这10天你都知道我在拍这个东西，能明白不？你像我们是1周2播，那可能让大家知道我们更会持续的更久。这破电影你看完忘了，看完扔了，谁会提起啊？你们能懂这个概念吗？很多人就问我说你怎么拍电影？拍电影干啥呀？拍电影干啥呀？我们这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拍那破玩意儿干啥呀？有几个都是，我告诉你，电影行业的人都是创意脑袋包，才开始就是说想明白啊，电影行业原来得先活下去，得先有号召力，你才能去做自己想要的。我这么说，唐人街探案，我觉得拍到后边人家都不想拍了，但是为啥呀？人就觉得说这个能赚钱，但是人家拍的，我觉得非常吃力了，已经。很多东西他拍就第一部是亲儿子，但你越往后拍，第2部其实都是因为这个系列可能会赚钱才拍的。有人出钱还差不多，有人出钱，对啊，有人出钱就行，嗯，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得有人出钱，你要自己去做这个东西，真的，你做一次就让你倾家荡产。电影行业就是有这个力量，现在随便一部片子100万，现在普通人家谁有几个100万？这个行业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做的，这行业就是我在电影学院就是待了上了那么几节课，我就知道哦，我不想做电影，因为我们电影学院教的东西都是教怎么拍电影，他不教怎么拍短剧，不教怎么拍就是那个连续剧，他不教这些东西，他的逻辑性都是电影，他教语言艺术。我就这么说，电视剧有几个语言艺术啊？你电视剧你要玩个语言艺术，你就玩到了那个像郭敬明这个新的那个电视剧一样，大家会觉得说啊，这不就是 MV 吗？你郭敬明，你现在他为什么不拍电影了呀？他现在拍电视剧了，他是和那个
就最新的那个片子，所以就是越来越少的人在做电影了，这个电影这个行业就已经不行了。我在上电影学院之前，其实我认识一个电影公司的一个牛逼的一个人物嘛，明显感觉到他们公司就不行了，数一数二的公司，这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行了，就是因为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测这些东西，太难了。再加上现在谁去看电影？我现在你让我看个电视剧，我都恨不得我看解说，我不去看那个原片，我就看解说就好了呀。我在那块一分一分看，我就觉得我不行，我手里必须得打个游戏，边放着电视，然后边打着游戏，我才能看下去。你让我认认真真看，我看不下去了。现在被短视频已经刷的，大家观影习惯不一样了，谁会去看电影？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电影难熬啊？为什么现在电影都是差评啊？你稍微好一点的那个点评，那不都是画面好吗？人能看下去。你要前面铺垫太多，谁看？很现实。电影学院教我的就是什么？让我知道了我不想拍电影，这是我上电影学院最大的用处，就是我知道我的赛道不是电影，可能是短剧啊，可能是这种微剧啊之类的，你让我拍那种东西拍不了。本身我也不喜欢假的东西，电影都会有一些那个个人色彩，就是什么幻想啊，就是什么那个对感情的一些那个概念性的东西，就描述的也是非常的云里雾里的东西，我不喜欢，我更喜欢父母爱情，我更喜欢知否知否，我更喜欢那个《甄嬛传》，我不喜欢那些电影，电影的东西就是到现在我都没看过甲方乙方，我没看过大腕儿。我觉得冯小刚的东西，我看的就是1942看的，我喜欢的题材不一样。甲方乙方我都没看过，大腕儿我也没看过，手机我也没看过，就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，疯狂的石头我也没看，那个东西不是我想看的呀，芳华都比他们好看。我想看的就是现实题材。动物解说也不错，动物解说也挺好的。对，大家看看这些东西就是放松嘛。周星驰的电影，看一看挺好。方世玉啊，最近我在看那个李连杰的电影，方世玉系列呀、精武门呐、精武成真呐、然后中南海保镖啊，一些鬼片呐、你看这个行。你看，哎呀，国产的这种，就这种怎么说？国产的这些电影吧，都有一点儿，这已经很难看。是外卖到。我们所有坚强。
外卖没到，我快递到了。什么东西？扇贝。这边已经特别热了，所以我们这买了一个夏凉被，感觉不太凉。真的很无聊。那一句我爱你。这是空调口。种菜的盆儿，给家种点菜去。烤鱼是吧？老婆开饭了。我们所有开头的问题，那一句我爱你。哇，还挺多的，109吃。
毛肚没有了，换了个那种，换了个午餐肉。看看这个好不好吃，要好吃的话一会儿吃这家。鱼呢？这不鱼吗？哎，生的。这咋用的呀？你咋啥都不会？没吃过高档的东西。你真的是跟我吃香喝辣的。要不是跟着老公，我哪能有这些见识呢？哎，一个够不够呢？多一点。算了。妈，我把它给掀着了。这午餐肉下次吃。下次吃。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冻起来。咱这冻的东西还能吃吗？算了，加上去，加上午餐肉去。午餐肉本来也熟的。你盖子是不是得盖着煮啊？没事儿。这个呢？这个是吃的，你涮也行。就放着吧。筷子呢？哎，我喂你嘴里呗，我帮你嚼了。吃到大中午才起来，我都在这唱一早上了。谁跟你一样晚上不睡觉？啊，你别说我了，你在回家你别说我。我说你晚上不睡觉也不行。天天就说我热脸。你喝这个吗？喝什么都行，看你心情。那你喝这个吧，吃那个 C。脸都没洗，这跟谁洗的似的？往前坐。来着。哦。这个豆腐是那个豆腐，知道吧？啥着？豆腐也能吃的。人说煮5分钟再吃，但我觉得这个你没吃。你别吃肉，你吃的啥呀？豆腐。豆腐也能吃。这个带汤的，不带汤的。以后也吃不到那个好酱。好酱。好酱深圳就没有。深圳有的咱没有吃。那谁还约咱们吃火锅呢？对呀。还说，上一次不是他请的吗？吃火锅啊行。
太不错了，这就是绿豆的第二个地方。嗯，我开的，我早上开的，我喝的。你喝冰的吗？可以给我倒点冰。不用，你就喝冰的，然后把这个到时候再冻上。要不那怕太凉了。我就想喝点半冰不冰，你凭什么代表我呀？谁能代表了你呀？我那前同事一大早给我发消息说，我看你们剧看的我早上迟到了。我这样。嗯。前同事。嗯。就是我们以前是一个公司的，我们在电梯里见到过，但是不认识。他，然后后来他就刷到我的社交软件，然后就说给我打招呼说在电梯里遇到过，然后后来又遇到过几次，也没怎么说话。那能说啥呀？这很尴尬呀，那怎么说呀？说什么？基本上都是在微信上聊聊就好了呀。你们要聊什么？我不懂。他是做设计的，然后跟我也没什么，跟我们组，我们是不同的组，跟我们组也没什么交集，但是见过几面。后脑勺少一点呀。你可是我天天万岁啊！当我对象必须后脑勺好看。这是煮进去的吗？是。是屁。又凶我。凶你啥了？真气。你说你到时候他妈见粉丝，你这半天憋不出一个屁，你忍吗？谁？啥时候见粉丝啊？咱们去旅游啊。哎，那你们聊就好了呀。那你干啥呀？在那块？我这拍视频呢。啊，你当摄像老师啊？不是，我就吃就好了，我当吃播呀，我录我自己吃，然后那不觉得很尴尬吗？然后背景音就放你们聊八卦。那肯定是放我们呀，放你们干嘛呀？那我是当吃播呀，你聊八卦就听个声音就好了，还用得着看人吗？肯定是我们聊啊。那我就当摄像老师。你就是那个刘禹锡的那个嫂子。反正我偶尔就露个脸就行了。好吃。好吃。吃。吃个豆腐。我也想吃辣，应该很辣。他也没有选择辣的。这就是牛油火锅的味儿，牛油的味道。要是汤不多的话，跟那个好酱油。
哦，好像是这个味儿。好像就是这牛肉，就是感觉鱼肉好少，109，还可以。是不是还行？还行，挺嫩的。那店里是不是更便宜啊？啊，去到店里吃是不是更便宜？它肯定不如烤架那么贵啊，应该是更便宜。这里边儿的还不错啊。这夜市吃火锅，这个是烤鱼，不是火锅。在惠州，是的，这鱼皮好香，这个满满的胶质。辣的也很好，可惜不是那种脆脆的。小酥肉他们也有人吃涮的，我以前吃火锅我就涮的，这个涮的可以蘸料。二把刀健身多久了？健身6年多。马上7年了，这个，我是5·1的时候开始健身。说我吃饭大家就可以学习。你看我这么瘦，是因为我总喝水，喝着喝着就饱了，所以吃的很少。你瞅我干啥？啊，我是瞅直播呢，哪瞅你呢？我在看你那个瘦削的脸庞，棱角分明的下颌线。吃肉了。鱼还是有吃，但是没那么多。是因为咱俩好久没吃了吗？为什么觉得他家味道还可以？不知道你的口味。
这个豆腐好吃。整体味道还行吧，那我是不觉得呢。烤鱼有的可难吃了，有的烤鱼是对的。这个味儿刚刚好，但我觉得它操蛋的不一定行。你别烧了，别烧了，可以不烧。你不想烧了？你不是说放干为什么？无所谓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老公厉害，老公可以灭火哎，古有那个铁器灭火，今有2把刀灭手机灯，有那么烫吗？不错。我都不知道，你吃完了没有？我觉得你太辣了。吃肉吃肉，少管我啊！嘿，少管我，少管我。嘿，少管我。好多肉啊，这个真划算。这个豆腐，送了一份豆腐，然后送了一个菜，2碗米饭，1份肉，2个饮料，109。那你觉得咱们这次吃的鱼头火锅好吃吗？鱼头火锅啊？不记得？记得。还行，我觉得不好吃。我觉得还行。本身我就不会吃鱼头。这种鱼的话难吃，2份。鱼头这个肉太少，其实锅底不要扔，下一顿还可以涮着东西吃。
就这个汤好好，就是这个锅底儿好，可以吗？你不扔就不扔了。那你下一顿可以吃吗？下顿你吃这个，我吃别的，我跟你一起吃。行。老公给我理了个头，后面还有见面要我呢。晚上再吃一顿，我会点一个小份儿的，然后再点一份这个是单人份的，几十块钱的，完了点点那个涮菜，他那有卖涮菜。那吃呢这肉才这么多呢？是吧？好好吃。那这个就放桌子上。放冰箱里啊，放冰箱里，冰箱里全是味儿了。有味儿呗。那冰箱不就是放味儿的吗？放这种东西。你觉得冰箱是个神圣的地方吗？冰箱有盒子得放，这个没不可能。午餐肉不好吃啊？你不爱吃午餐肉？不爱吃。换的肉换的菜有什么全是素菜，就这一个还是有点荤的，换不出。怪不得你行。要给你打电话了。嗯。我早上打电话，我早上唱歌声音大吗？大。大。嗯。其实声音不大的，你就是想陪我。你是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选的，哪一首？就是我没听过的。哪一首？忘了。就是比较早唱，在那个《剩下的火焰》前面那个。你还要米饭吗？要。我只是觉得香，好香啊！这家我得带我妈妈去。他两边门打开了，啊，你妈妈不是不爱吃吗？菜的味儿。空调啥没关的？哪个空调？这个空调，啊，开了吗？晚上？我开了呀。那我不知道，不是我关的，可能是你关的。
把衣服吃脏了，你不能骂我。洗就行了。你不像上一次罚站，让我罚站2个小时。你在直播间说这个呢？你忘了我们约定好了要在荧幕前面维持这种跟爱夫妻的状态。现在剧也播完了，让大家知道这个恋爱的本质是什么？是剥削。剧播完了，那有的人还没看完。是欺压，是压榨，是践踏。那我的是弱势。哇，这边好大的肉！哎，你吃啊！有刺儿啊！你吃啊！这么多肉，你都没吃多少。我在吃啊！我刚刚吃。谁呀？前同事。我前同事是他说，他介绍了前同事来他们公司。好肉啊！哎，你吃啊！哎呀，我吃不下了，我都有点饱。爸不爱吃，爸就爱吃鱼刺儿。你就在这儿，我去给你买几个橘子吃。是吧？我发个月台。我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吃上去。烤鱼嘛，是的，是烤鱼。鱼皮好吃。我天，是不是吃啥辣的东西？昨天啊，没有，烧烤。昨晚上烧烤了。拉肚子了。照烧了。哎呀，好大一个刺！你给我挑的这没事。很现实。我记得你有一个好嗓子。你的嗓子太好，一大早就开始高歌了。只叫我鱼婴儿，像黄鹂鸟一样。感觉烤鱼在你们这儿出现频率挺高，看来还真爱吃。我不爱吃。我也不爱吃。放屁都不爱吃。对不起，怎么这么粗俗啊？不是就爱吃鱼。我现在也觉得鱼好吃。现在不吃鱼吃什么呢？你告诉我。我现在也觉得鱼好吃。我以前不爱吃。
到处都是吃猪肉，吃牛肉，吃猪肉，干嘛？吃够了。牛肉咱还吃不起，牛肉多贵呀！现在吃点牛肉多鲜呐！我不吃嘛，不吃吧，那不吃吧。我肯定吃不了啊！不想吃，不想吃那下面吃。来一口啊！啊！光这个它带着吗？它不是袋子，不是袋子，是那个铁皮的，丝的。我说装这个套餐的带。哦，扔了。这个拆了就得喝掉。你要喝吗？等关了。灭火。灭火刀。新年快乐！这不能吹，为啥呀？酒精灯不能吹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能就是把下边这些吹。酒精灯必须拿盖子盖上。哦，也知道。你们没有考过那个化学吗？我初三就没上了。你们初三实验室的时候没上过实验课？初三就学了1年，我们是初2开始学的，啊，初3开始学。哦，你们那儿有实验课吗？有实验课呀，物理和化学都有实验课。这个。酥肉我也不想吃了，扔掉吗？还是你吃？扔了，我爱吃，我爱吃一点。它是那个送的呀。我也买了点营养土。什么？营养土？施肥不就行？那你得有土啊！你不是已经有土了吗？我要种菜了。哦。种点辣椒啊，种点香菜。你爱吃香菜吗？还行。小葱呢？行，反正都不懂。这么多。肚子又开始疼了。你就是想拉屎呢？这些菜是该扔了。海底捞的那种。下播了。老公打开这个冰箱。哦，热的放进去。这放2个。放。
下播了吗？还要得人爱呢。这个小芹菜也可以做。我不爱吃芹菜，你爱吃吗？我也不爱吃。这个粘不住，这个只能打那个肯定得打孔。这是啥呀？系列是啥？吸啥呀？系列是又没有什么吸，高部分。吸你那个手机，那个不是那个吸力不是挺大的？但这个美味啊，找的这个工具，找俩螺丝，打张螺丝，哪有啊？之前那个我放了那个，你有什么东西放的那个有几个什么东西？这里边呢，我忘了你放哪。哎，算了，我觉得这个放的锅也好奇怪。当时咱买的那个价格，是吧？我就放不放奇怪。那我不找。这样。差不多。